深夜，这名漂亮女子独自一人走在乡间小路上，突然一个醉酒男子迎面朝她走来。女人见状惊恐不已，正欲离去，却被男人狠狠拽住。任凭女人如何反抗，男人始终不肯松手，而一场罪恶也随之发生。女人名叫陈水莲，是10里8乡远近闻名的大美人。然而今夜过后，她的人生将迎来翻天覆地的变化。眼见女儿迟迟未归，屋外又是雷雨交加，一种不祥的预感顿时涌入陈家老两口心中。二人正欲出门寻找，只见前方不远处，陈水莲正衣衫不整地朝这走来。夫妻二人见状，立马上前问个究竟。得知女儿被欺负后，陈父怒不可遏地抄起家伙，就要为女儿讨个公道，但却被妻子阻止。原来醉酒男人名叫张启富，并非一般人，而是村中主任的独子。张启富仗着有个当官的爹，平日里嚣张跋扈，蛮不讲理，根本没人敢招惹他。更何况此事还关乎女儿名声，若是闹得人尽皆知，今后又怎么嫁人？权衡之下，夫妻二人只能选择忍气吞声。可当屋内的水莲听到父母的话后，无法忍受如此奇耻大辱的她，拿起农药准备一饮而尽，幸好被父母及时阻止。张水莲虽然捡回一条命，但是她的生活也即将堕入无尽深渊。2个月后，水莲经常出现呕吐反应，母亲意识到水莲可能是怀孕了。水莲的舅妈知道水莲被张启富欺负后，顿时气得跳脚，大骂陈父陈母无能，这样的事竟也能忍。说完便带着水莲上门讨要说法。表明来意后，张母第一反应竟然是他那宝贝儿子绝不会干这肮脏事，但怕邻居说闲话，便让二人到屋内说话。一番激烈讨论后，张母承诺，如果真的是他儿子做的，张家绝对会给水莲一个交代。舅妈听到这话方才作罢，带着水莲悻悻离去。然而她万万料不到，自己的一番好意竟会将水莲推入万劫不复的深渊。晚上，老张得知儿子干的荒唐事后，气得就要动手，却被妻子阻止。只见妻子说道：“你别那么凶行不行啊？别吓着孩子。就算我儿子做了，那又有什么嘛？那年轻人一时冲动，犯点错，有什么大不了的？只要是钱能解决的问题，那就不是什么问题。说得轻松啊！”但老张深知水莲的舅妈不好惹，这件事如果不好好处理，说不定儿子就要坐牢了。妻子一听坐牢二字，立马慌了，让老张赶紧想想办法。可老张却愁容满面地说道，自己现在也是泥菩萨过河，自身难保了。母子俩听到这话更慌张了，忙问发生了什么事。原来老张私下收受他人贿赂，偷偷将庄稼地承包给王老板盖砖厂。前不久上级就因为这事做出批评，如果被他知道是老张在背后捣的鬼，那他是死定了。眼下这一茬还没完，家里又闹出这样的丑闻，万一被水莲舅妈告上法庭，那后果将不堪设想。无奈之下，老张只能开口让儿子去把水莲娶回家。隔天，张家母子俩就和和气气地上门提亲。陈家3口一见到张家人，气便不打一处来。可没想到张母竟一个劲地向陈母道歉，并表示娘俩是过来提亲的。他还向陈母保证，水莲嫁过去后一定会把她当亲闺女照顾，绝不会亏待她。屋内的水莲听到自己要嫁给张启富那个畜生，心中那是10000个不愿意，但眼看着肚子一天天大起来，自己也只能默默接受这一切。然而等她嫁过去之后，不但没有被人照顾，反而成了伺候张家人的丫鬟，即便是挺着大肚子也不能歇着。等饭菜端上桌后，张母便问启富去哪了。水莲回应丈夫还在睡懒觉。张母听到这话，顿时就不乐意了。我说你在娘家，你妈是怎么教你的？她没起来，你不是要把饭给她端过去啊？一点规矩都不懂。水莲心有委屈，却不敢反抗，只得照着婆婆的话将饭端给张启富。然而她的这番隐忍，并没有使婆家人对自己有丝毫改观，反而变本加厉地虐待她。婚后，张启富好色成性，妻子有孕在身，还要强迫他同房，被妻子推开后，竟还向母亲倒打一耙。而张母也不分青红皂白的对着水莲就是一顿臭骂。水莲立即解释道：“不是呀，妈，我身体不舒服，开地呀。”然而张母却不愿听他解释，还说自己是看在肚子里孩子的面上，才不跟他计较。说完便扶着张启富出去了。水莲望着他们，露出了阴狠的表情，
然而为了孩子，他也只能忍了下来。这天，张启富搂着一位美女打起了麻将，这一幕恰好被邻居李嫂看到。邻居转身便将这事告知水莲，话里话外仍不忘冷嘲热讽一番。见水莲面露不悦，才作罢，赶紧离去。回到家后，水莲把这事告诉了婆婆，然而婆婆却怪她乱听别人嚼舌根，一点分辨能力都没有，而且还接着说道：就算真有那事儿，也很正常啊。启富是个正常男人，可你又不让他碰你，所以嘛，有些个事儿睁只眼闭只眼就行了，何必那么斤斤计较？张母的话让水莲很是愤怒，但她却也无可奈何，只能将这满腔苦水往肚里咽。到了临盆那天，张启富仍在外面打麻将。张母一听生了个女儿，大失所望，头也不回地离开医院。至此之后，张家人对水莲母女俩更是不管不问。丈夫整天泡在麻将馆，婆婆不但不照顾她，还让她在坐月子时干活。有一次孩子发烧，水莲想叫丈夫回来，却被拒绝，只能向婆婆求助。可婆婆却说：孩子发烧了，你叫启富回来有什么用？他又不是医生，整天在家带个孩子都带不好，还好意思叫启富去？生个丫头片子，你有什么资格要求这要求那的？要去你自己去，赶紧把孩子抱走，别在这给我添堵。绝望的水莲只能独自一人抱着女儿去医院，晚上回来还要唱着歌哄她入睡。可女儿刚一放下，醉醺醺的张启富便回来了。此时的他对女儿的情况毫不关心，反而是逼迫水莲即刻与他同房，再生一个儿子。水莲忙说自己还在坐月子，身体弱，然而丈夫从来就不会疼惜她。水莲一不顺从，她便拳脚相向。这种不是人过的日子让水莲心如死灰，绝望的她走进药店买了一盒避孕药。时间就这样过去了4年。这天晚上，水莲哄完女儿后，便偷偷地服用避孕药。不料门外传来张启富的声音，慌乱的她随意将药盒放在口袋里。第二天一早，水莲抱着换洗的衣物路过婆婆时，药盒不慎掉到地上。张母捡起来一看，顿时大惊失色，连忙质问水莲这是怎么回事。见水莲眼神躲闪，闭口不言，张母顿时明白了一切，怒斥水莲这是要让他们张家绝后。随后她便将这件事告知儿子，而等待水莲的便是丈夫的一顿毒打。女儿上前阻止，却被张启富无情踢开。害怕女儿受到伤害，水莲终于忍不住向张启富认错，答应他自己会给他生个儿子。张启富这才罢手，而一旁的张母对儿子的禽兽行为则视若无睹，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家即将大祸临头。这天，村民二才跟砖厂老板发生冲突，惨遭对方殴打。二才一气之下，将老张收受贿赂一事捅了出来。老张很快就被撤职，张家一下断了收入，生活一落千丈。愤怒的张家母子无处宣泄，于是便将这一切都归咎于水莲母女，认为是他俩不祥，致使张家落得如此下场，对母女俩更加冷眼相待。这天，女儿见水莲工作辛苦，于是便跑回家，向张母要开水给母亲喝。不料张母并不理会，还对小孩恶语相向。说完还将开水壶放到高处，然后转身离去。小女孩无奈，只能踮起双脚去拿。不料一个不注意，开水壶掉了下来，滚烫的开水立时将女孩的手背生生烫烂。水莲见后心痛不已。然而母女俩的噩梦还远没有结束。张启富因赌博欠了一屁股账，债主拿出刀威胁他，如果1个星期拿不出钱，便卸了他一条胳膊。在回家的路上，张启富被2位牌友叫住，说是要给他出个来钱快的主意。张启富听完顿时一怒，原来这个牌友给他出的主意竟是卖女儿。张启富虽然混蛋，却也知道虎毒不食子，一把推开牌友就要离开。不料牌友接着劝道：人家是跟我承诺好了的，12姨你闺女过去，指定当亲闺女养，绝对不会亏待她。而且这个嘛，也肯定不会亏待你。听完牌友说的条件，张启富的内心显然是动摇了。回到家后，便趁着妻子外出干活，将女儿抱出交给牌友，任凭女儿如何哭喊，他都无动于衷。女儿就这样被摩托车载往陌生城市。不料这一幕恰好被村里李嫂看到。晚上，张启富很是心虚地回到家，水莲问他怎么没把孩子带回来。张启富支支吾吾地说自己打牌去了，就让孩子自己回家。水莲一听这话，差点吓晕过去。
就连平日里溺爱儿子的张母也不禁呵斥儿子糊涂。水莲疯了似的跑出去寻找女儿，最终在李嫂口中得知，女儿竟是被丈夫给卖掉了。这一次，她对这个家是彻底绝望了，多年的隐忍顿时化作满腔的怒火爆发了出来。欺负！她追着丈夫疯狂地发泄着自己的愤怒。张母不明所以问她究竟怎么回事，水莲哭诉道：老少虎毒不食子啊！他连自己的亲生女儿都要骂，张继父，这不是……水莲说完，再次追着丈夫打骂，而张母也被这个事实震惊到了，嘴里兀自念叨着：不可能，自己的儿子不可能做出这种丧尽天良的事情。但见儿子一直沉默不语，任打任骂，她才幡然醒悟，大骂儿子混账，畜生不如。水莲见丈夫不愿说出孩子的下落，于是便威胁要报警，将丈夫送进监狱。张母见状，顿时慌了，连忙拦住水莲，求她饶过丈夫一次。说完，竟朝水莲跪了下来。水莲见平日里不可一世的婆婆，如今为了儿子竟卑微至此，同为母亲的她不禁心软了下来。她答应张母，自己不去报警，但前提是张启富必须告知她孩子被卖到了哪。在张母的逼问下，张启富终于说出了女儿是被卖到了江城。很快，水莲就赶到了江城，开始她的寻亲之路。她向行人四处打听女儿的下落，可始终没有女儿的半点消息。于是她便来到了警局报案，向警察着重强调了女儿的手背上有烫伤的痕迹。警察让她留下联系方式，并让她回去等消息。画面一转，一个中年男人带着水莲的女儿出现在江城里。男人不顾孩子忍受饥饿，让她上街要饭。随后自己又假装成孩子的亲戚，说起了孩子可怜的身世，以此激发路人的怜悯之心。善良的路人纷纷献上自己的爱心，而这一幕恰巧被路过的民警瞧见。他们拿出照片一比对，在检查孩子手背上被烫伤留下的痕迹，顿时肯定了这个女孩的身份，于是立即打了个电话给水莲。水莲接到电话，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笑容，她赶紧跑到警察局认领孩子。然而孩子却好像认不出了妈妈，这把水莲激得眼含泪水，唱起了小时候经常哄她睡觉的歌谣。晚风吹来一阵阵欢乐的歌声，我们坐在高高的湖面旁边，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。孩子终于眼含泪水，与妈妈一起哼唱着那首熟悉的歌，母女俩抱在一起，哭成了泪人。找到孩子后，水莲决定不回村里，与房东讨价还价后，以450块钱租了个单间。母女俩在这个陌生的城市终于有了个落脚点。晚上，隔壁房间突然来了一位陌生男人。男人见到冷不丁冒出的水莲，差点被吓得魂飞魄散。水莲见状，立马解释自己是刚搬进来的住户。男人听后顿时松了一口气，两人尴尬一笑。随后，男人便向水莲介绍起自己来，说自己叫王勇，因为白天卖菜，晚上摆夜摊，所以这么晚才回来。他为自己吵到水莲母女休息而感到抱歉，水莲忙说没关系，然后转身回房间。回想起刚才的画面，王勇不由得擦了擦额头上的冷汗。然而，两人万万想不到，接下来发生的事会使两人的命运紧紧地绑在一起。王勇是个热心肠的人，平日里会时常给水莲的女儿买玩具逗她开心。他见水莲好几天找不到工作，于是便提出让水莲跟着他干。白天他去进货，水莲站摊；晚上他去摆摊，水莲做顿饭即可。两人赚的钱5-5分。水莲很不好意思，但在王勇的劝说下，他还是答应了。随后，王勇问他为何独自一人带着孩子来到陌生城市，孩子的爸爸又去哪了？面对真诚的王勇，水莲不想隐瞒，于是便将自己的遭遇毫无保留地吐露出来。这使得王勇更加同情这对母女，往后的日子里对他们也更加的照顾。而水莲心地善良，诚实经商，对顾客又非常热情，她的菜摊生意很快就红火起来。随着相处时间的增长，两人的心也越来越靠近，水莲也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幸福。然而这种幸福的日子很快就会因为一个人的到来而动摇。
这天，一个自称是王勇老婆的女人来到了菜摊，这个消息给了水莲当头一棒。她没想到王勇竟然已经结过婚了。然而，女人接下来的话更是让她震惊不已。原来，王勇因为不孕症做了女人的上门女婿。婚后，王勇创业失败，欠了一屁股债，直接人间蒸发了。债主找到了王勇老婆家里，王勇的岳父不堪其扰，于是便将王勇的债务全部还了，之后便一病不起。女人四处打听，这才找到王勇。她这次来的目的就是要跟王勇离婚，并限他3个月内偿还所有债务，否则自己跟他没完。说完便愤然离去。晚上，水莲问王勇，今天那女人说的可都是真的？王勇告诉他，自己当年和妻子搞养殖赚了点钱，于是准备扩大规模大干一场，但没想到一场猪瘟带走了几百头猪，几年的积蓄付之东流。家人的责怪让王勇抬不起头，他急于证明自己还能翻过身来，于是在好友林松的介绍及担保下，向地下钱庄借了10万块钱。但没想到这完全是一场骗局，林松拿到钱后便人间蒸发了。因为上门女婿的身份，妻子的家人一直就看不起自己，而接连的创业失败无疑更是火上浇油。他不知该如何面对这一切。随后他心想，借钱人是自己，担保人是林松，现在跑路的是林松，催债的要找也该是找林松，于是便一声不吭地离家出走。然而令他万万没想到的是，催债的竟然找上了他老婆，于是便有了后来发生的事。水莲问王勇，接下来打算怎么办？王勇说自己这么拼命的赚钱，本来就是为了还债，即便今天妻子不出现，他也会一分不差的将钱还给他，并且自己也会同意跟他离婚。说完，他还因隐瞒自己的过去，真诚地向水莲道歉。没想到水莲却说，我们俩一起挣钱还吧。我是认真的，每个人都有过去，每个人都有犯错的时候。重要的是，当他认识到自己错误的时候，他能不能坦然面对？如果你愿意，我明天就回去把离婚手续给办了，我们俩一起过。水莲的话让王勇很是感动，直至此刻，他再也压抑不住自己的情感，深情地搂住了水莲。第二天，水莲便踏上了回村的路，不料在路上偶遇到李婶。两人寒暄一阵后，李婶告诉他这张家遭了报应。水莲不明所以，李婶没做解释，并让他回家看看就知道了。回到张家后，出现在水莲眼前的是一片狼藉，整间屋子都被砸得乱七八糟。更令水莲没想到的是，眼前竟然出现了公公的遗照。她赶紧回到自己的娘家打听情况。陈家老两口见到阔别已久的女儿，终于放下了悬着的心。得知女儿找到了孩子，并在城里过得挺好，父母露出了欣慰的笑容。一家人寒暄过后，水莲忙问父母张家发生了什么事。母亲告诉她，张父自从被撤职后便郁郁寡欢，没多久就上吊自杀了。而遭受不了打击的张母很快也精神失常了。至于张启富，则在一次醉酒后被撞成了残废。水莲听后百感交集，此时她对张家已然没有了怨恨，更多的则是同情。她在山坡上找到婆婆，而那个平日里高高在上的婆婆，如今却被几个孩童欺负。她赶紧上前扶起婆婆，并带她回家。在回家的路上，水莲又看到了那个曾经对她暴力相向、无法无天的丈夫，可如今已是残废，任人欺负。水莲捡起拐杖，张启富见到妻子无地自容，悔恨不已。晚上，水莲躺在床上难以入睡。她没想到张家竟然沦落至此，善良的她怎么也无法向丈夫提出离婚。可令她没想到的是，张启富竟然主动提出离婚，并且还说道：“这么多年来，我从来没给过你丈夫的体贴和关心，还打你、骂你。”张启富说完，流下了悔恨的泪水。随后又拿出一张存折，里面存有10万块钱，是车祸的赔偿金。张启富一直不舍得花，想着用这些钱为自己赎罪，以弥补这么多年来对他们母女俩的亏欠。水莲虽然恨过张家，但是善良的她还是决定照顾张家母子，准备把那10万块钱拿出来给张启富安个假肢，并且给婆婆找个好点的精神病院。而同样善良的王勇也支持水莲的决定。
在车站里，张启富看到自己的女儿，很是开心，但女儿却很抗拒，始终不愿意叫他。张启富也知道自己曾经的行为深深地伤害了孩子。接下来的日子，王勇忙前忙后帮水莲照顾张家母子。张启富也看得出来，王勇对水莲是真心诚意的。看到妻子如今找到良配，也很为他高兴。为了成全水莲，张启富留下一张千完字的离婚协议书，并悄悄离去。想必他今生最后悔的事，便是没有好好珍惜像水莲这样善良体贴的妻子。他的余生也只能在悔恨中度过了。好了，本期内容就到这里。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做得还不错的话，别忘了给我点个赞，订阅我的频道，可以第一时间收到更新讯息。感谢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